夜空洒满星光，当月亮缓缓升起，有些人的相遇注定不会只是一次擦肩而过。2024年，一部都市爱情剧《你比星光美丽》上线，谭松韵饰演的纪星遇上了徐凯饰演的韩婷，一个是一路跌跌撞撞却始终不肯向现实低头的创业女孩，一个是看起来冷静理性、做事果断，却在感情面前慢慢卸下防备的投资人。他们之间没有一开始就轰轰烈烈的爱情，反而是一次次重逢，一次次试探，一次次并肩作战，让两颗原本遥远的心慢慢靠近。而这也许正是你比星光美丽最让人上头的地方。大家好，这里是每天一场华语故事。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谭松韵和徐凯，以及你比星光美丽这段让无数观众心动的星光爱情。先说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，你比星光美丽开播之后，很多观众第一时间注意到的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霸总和灰姑娘，而是纪星和韩婷之间那种非常特别的相处方式。他们不是谁依附谁，而是两个都拥有自己目标的人，在事业和人生的道路上不断靠近。纪星并不是一个等待别人拯救的女孩，她有能力，有梦想，也有自己的坚持，但职场并没有因为她努力就对她温柔。她经历打压、误解，甚至遭遇职场上的不公平。当一次次失望堆积到极限，她终于选择离开原来的环境，走上属于自己的创业道路。而就在这个人生转折点上，韩婷再次出现在她的世界里。这一次，她不只是曾经认识的那个人，她成为了她事业道路上非常重要的存在。于是，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关系开始形成。纪星需要成长，韩婷也需要学会真正理解另一个人的选择。两个人都不是完美的人，也正因为如此，他们之间的感情才显得更加真实。很多偶像剧里的爱情是一个人追着另一个人跑，但纪星和韩婷不是，他们更像是两条原本平行的轨道，在一次次意外之后，终于出现了交点。而谭松韵对纪星这个角色的诠释，也成为这部剧的重要看点。她没有把纪星演成一个永远可爱、永远柔弱的女孩，相反，纪星身上有一种很强的生命力。她会害怕，会委屈，会迷茫，但她不会永远停留在原地。跌倒以后，她还是会重新站起来。这种人物特质其实非常适合谭松韵，因为她的表演一直有一种很自然的生活感。她不需要用特别夸张的动作，就能让观众感觉到人物的情绪。一个眼神，一次停顿，甚至一句很普通的话，都可能让观众感觉到纪星内心真正的想法。而徐凯饰演的韩婷则完全是另外一种气质，冷静、克制、理性，尤其是在面对事业和判断的时候，她几乎很少情绪化。但是真正有意思的地方恰恰在这里，越是克制的人，一旦开始动心，就越容易让观众觉得心动。韩婷对纪星的感情并不是突然发生的，而是在一次次相处之中逐渐发生变化。她开始关注他，开始理解他，开始尊重他的决定，甚至开始在他需要的时候默默站在他身边。这种我不会替你决定，但我会支持你的选择，其实比单纯的甜宠更加高级。因为真正成熟的爱情，从来不是把对方变成自己的附属品，而是看见对方的野心，看见对方的脆弱，也看见对方想要成为怎样的人。这也是为什么很多观众会喜欢纪星和韩婷这一对。他们的关系里有爱情，但不只有爱情，还有事业，还有成长，还有两个成年人对于未来的选择。而说到谭松韵和徐凯，两个人在剧外的互动，也曾经让不少观众忍不住感叹一句：这两个人的化学反应真的很特别。官方宣传期间，两人一起接受采访，参加互动环节，很多时候并不是刻意制造所谓的甜蜜，反而因为一些自然的反应，让观众觉得更加真实。比如默契问答，比如互相接话，比如面对一些突发问题时，两个人完全不同的反应。一个比较灵动，一个比较克制，一个有时候直接笑出来，一个则努力保持淡定。这种反差反而成为了他们之间非常有趣的地方。
甚至在宣传物料中，两人的互动也经常成为观众讨论的重点。当然，我们必须分清楚一件事情，剧里的纪星和韩婷是角色，现实中的谭松韵和徐凯则是演员。观众可以享受他们在荧幕上的化学反应，也可以喜欢这对 CP 带来的氛围感，但演员真实的私人关系还是应该留给他们自己。真正值得我们讨论的，其实是他们为什么能够把角色之间的情感演得如此自然。答案可能就在2个字：分寸。谭松韵没有把纪星演得过分依赖，徐凯也没有把韩婷演成一个只有霸气没有温度的模板化男主，他们都给角色留下了成长空间。所以当2个人第一次靠近的时候，我们会心动；当他们产生误会的时候，我们会着急；当他们终于理解彼此的时候，我们又会觉得这一路走过来好像真的值得。这就是都市爱情剧最迷人的地方，它不一定需要惊天动地，有时候一句普通的话，一个安静的眼神，一个人在人群里默默看向另一个人的瞬间，就足以让观众记住很久。而你比星光美丽最浪漫的一点，也许就是他没有把爱情放在事业的对立面。纪星想要事业成功，韩婷也有自己的事业版图，他们不是因为爱情而放弃梦想，而是在爱情里学会更加坚定地走自己的路。这也是为什么星光这个意象如此适合他们。星星很远，月亮也很远，可是当夜色足够安静的时候，我们会发现那些原本遥不可及的光，其实一直都在那里。就像纪星和韩婷，他们曾经在人生的不同方向上前进，直到一次偶然的重逢，让2条轨迹重新交汇。从那以后，他们开始互相照亮。而剧集播出之后的成绩，也证明了这段故事确实击中了不少观众。你比星光美丽于2024年7月2日登陆湖南卫视和芒果 TV 首播 CSM 全国网收视率达到 1.04%， 收视份额 5.27%， 同时段位居省级卫视第一。更有意思的是，到了2026年暑期，这部剧在湖南卫视重播时依然保持着不错的关注度。截至2026年7月19日，湖南卫视官方公布数据显示，你比星光美丽重播已经取得收视7连冠，单日最高收视率达到 0.36%。 这说明什么？一部真正让观众产生情感连接的作品，可能不会随着大结局而结束，它会在某一个夏天重新被想起，也会在某一次重播的时候，让观众再次打开，再次看到纪星，再次看到韩婷，再次想起那个关于梦想、爱情和成长的故事。所以，如果你问我，你比星光美丽真正让人上头的是什么？我觉得并不只是甜，也不只是谭松韵和徐凯的颜值组合，而是他们让我们看到了一种更加成熟的爱情。我欣赏你的梦想，我尊重你的选择，我不会因为爱你就要求你改变自己。相反，我希望你成为更好的自己，而我也会继续成为更好的自己。这样的感情也许没有那么轰轰烈烈，但它就像夜空里的星光，远远看过去好像很安静，可是只要抬头，你就会发现它一直在那里。当月亮升起的时候，星光依然存在。当2颗心慢慢靠近的时候，爱情也终于有了自己的答案。谭松韵和徐凯用纪星和韩婷告诉我们，最好的爱情不一定是一个人拯救另一个人，而是2个本来就努力发光的人，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上终于遇见了彼此。你有你的星光，我有我的方向，但当我们站在同一片夜空下的时候，也许你会突然发现，原来你比星光更美丽。如果你也喜欢谭松韵和徐凯的这段星光爱情，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你最喜欢纪星和韩婷的哪一个瞬间。也别忘了点赞、订阅和打开小铃铛。这里是每天一场华语故事，我们下期继续聊更多中国明星、影视剧和那些让人心动的娱乐故事。